朋友们，很多人呢都听过一句话，叫做心不换物，物不至。用通俗易懂的话来讲呢，就是你想要什么东西，就要在心里面不断的互换。很多人都非常认同这句话，但是心换了就一定事成吗？那也不一定。其实从创造的角度来看呢，这句话也没有问题。但是呢，这个不是究竟法。而且如果说你没有真正理解这句话，或者说你没有看见底层的真相，那么这句话呢，反而会限制你，让你活在头脑的无限追逐和无明之中。你会很累，一直想一直想，然后呢，你还会陷入到一些比如说视觉性显化，向宇宙下订单，练习吸引力等等一些这样的方法之中。但是呢，修了很长时间，最后呢也不太管用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不懂最底层的真相，没有看见这个最底层的真相。那真相是什么呢？好，在开始之前呢，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生命的实相是什么。其实之前我们说过，生命的实相是道，是觉，是意识，或者说是存在。它的状态呢是恒定恒常的，是不生不灭、不垢不净、不增不减的这样的一个状态。这是生命的实相。打个比方，生命的实相就像一片大海一样，而我们呢就像大海上不断生灭的小浪花。那么这个世界所呈现的这种状态，什么山川河流、飞禽走兽，或者说在不同层次、不同维度你所看到的这个浩瀚的世界，其实都是本源的存在，是它通过不同角度、不同层面的显化而已。无论你是人、是动物、是植物，或者是其他的生命都没有关系，都是本源的这个存在，通过我们这个通道觉知和体验这个世界而已。说到这里呢，我们就可以回头来看创造的法则是什么了。如果说你活在物质主导论中，就是物质决定世界这个主导论中，你就会发现这个世界非常非常的混乱，没有规律可循，没有一条规律是能够适用于所有的。但是如果你处于觉醒的状态，你已经看到了世界的真相，你已经扭转过来，那么你去看一下你的人生的财富也好，健康也好，你的婚姻、亲子、同事的这些关系也好，你就会瞬间明了，一切都是非常清晰和明了的，不存在不确定性。这个世界没有偶然，都是必然性。那么这个世界的创造法则是什么呢？大的前提就是这个世界的实相是意识，是道，是觉，而绝对不是物质。物质只是表面的一个相而已。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相都是虚妄的，无需执着。这个世界的创造法则用一句非常简单的话来概括，就是意识状态创造生命体验。这个意识状态呢，你可以把它说成能量、频率、振频、觉醒程度等等都可以。简单的解释一下，比如说你的振频高，能量高，那你体验到的世界，你投射的世界就是喜悦、自在、丰盛的。如果你能量低，比如说天天处于匮乏、焦虑、痛苦、挣扎、放不下的状态里的时候呢，你所体验的世界就会更加匮乏和痛苦。当然，这也只是简单的方便说。最根本的是什么呢？最根本、最底层的，其实是你这个通道的打开程度。举个例子，如果说我们把这个世界比作电流，把你比作一个灯泡，灯泡的亮度以及它所照明的这个范围，就相当于是你人生体验到的丰盛程度。你看，灯泡的功率不同，亮度就差别很大，对不对？也就是说，你如果说想要你的人生无论是在财富上、情感上还是健康上丰盛起来、喜悦起来，那么毫无疑问，
你就要让自己这个灯泡无限的敞开，明白吗？所以修行修的是你的敞开度，是要把你这些很多像业障、限制性信念、负面情绪等等把它移除掉。所以这也是我刚才讲到的，你如果要财富、情感、健康全面丰盛起来，那么你就要让自己活成无限的力量、无限的爱。你要消除你所有的负向信念系统。我们回到心不换物，物不至这句话，我为什么说它不是究竟法呢？因为很多人会把这个心理解为头脑的思考、头脑的想象、头脑的索取、头脑的追逐，而真正的心不换物不至，其实指的是你的本心，你的本源本性，你的妙明真心，你的这个本体，或者说你的无限存在，而不是指你的头脑。大家看一看，在日常生活中，大多数人理解的心不换物不至，是不是在头脑里有很多很多的渴望和期盼？比如说，我想要3000万，我想要一栋房子，我想要一辆豪车，我想要什么什么样的东西。其实这些都是什么呢？都是头脑的一些基于过往认知或未来认知的一些投影而已，都不是真相。当你的头脑沉浸在对这些事物的对立、分离和追逐的时候，那么你就不可能活在你内心通道的无限敞开的状态里面，就像一个堤坝一样，你每加一条信念上去，河道的水流呢就小一点点，你再加一条信念上去呢，它又小一点点。什么是信念呢？所有关于时间、空间、过往认知的知识、价值观等等，这些东西都是你的信念。所以就算你把你的大脑训练得很聪明，如果没有一个准确有效的内在心法，内在的通道没有打开，那能量就无法以正确的方式运转。那可能有人就会说了，你说的倒容易，不活在头脑中有那么简单吗？其实呢，也没有那么难。头脑呢是活在信念里面的，它是跟你的眼耳鼻舌身是一样的，只是一个工具而已，它不是真正的你。不要无条件地认同你的大脑，被它操控，成为它的奴隶。头脑只是一个转码器，它会根据过去的经验投射未来。这也是你为什么对于过去有那么多的放不下，对于未来有那么多的执着的原因所在。时间本身就是幻象，你执着的其实只是时间的幻象而已。如果你想真正的打开你的通道，其实有一条非常简单的做法，就是你不要去期盼和呼唤任何事情，你只活在当下内心深处的如如不动的状态里面，活在清明喜悦的状态里面，做你每一个当下最想做、最喜欢做、最享受的、最开心的、最爱的事情，把它做到极致，然后对结果零期待。在这样的状态下，无限丰盛自然而然会向你打开，因为你在让自己和无限存在处于同样的频率。反之，待在期待里只有失败。为什么？因为期待是在未来。当我们实现了一个目标之后，这个目标就已经变成现实，变成当下了。但是由于我们已经养成了一种活在未来的思维模式，所以当下的成功也许会给你带来一点满足，但是立马就会被你抛之脑后。也就是说，你立马就会离开当下，你的思想又会来到未来，又会去进行另外的一番追求，所以你又会进行一场又一场的追求。这样一场无穷无尽的追求就会带给你无穷无尽的苦。所以佛家说，凡有所求必有所苦。按照这样一个模式去进行我们的人生，你会发现我们每一个人永远都没有办法活得自在，因为我们一直都在向外抓取，向外的去追求追逐，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停下来去享受当下的自在与生活，因为你的心一直在向未来投射，你的能量也一直在向未来投射。
就像我们追求脚下的影子一样，好不容易把影子踏在脚下，可是由于这个光在我们的背后，所以我们的影子突然一下又跑到前面去了。你刚刚好不容易追到的这个影子呢，又跑在了你前面，你又要开始新一轮的追逐，可是你永远都追不到。相信大家都听过夸父追日的故事，夸父拼命地去向着太阳升起的地方跑，一直到累死。可是太阳追到没有？没追到。其实夸父完全没有必要去追太阳，因为夸父所在的任何一个地方都享受着太阳的照耀，他只要能够在当下安住自在，夸父他只需要把心歇下来，把投射去追太阳的这股念头停下来，把这股能量安住在当下，他就已经跟太阳零距离的合一了。因为他所在的地方就是太阳照耀的地方，他只需要活在当下，安住当下的那一刻，他就可以享受到阳光的照耀。可是由于一种无明，我们放下当下的本该拥有的最有价值的东西，我们对它视而不见，拼命地想要去未来追求一个东西，可是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。也就是我们拼命地向前去追，其实你只需要停下来，他根本就没有离开过，就好像夸父追日一样的拼命地向前去追。可是阳光有一刻离开过他吗？只要他将投向未来的目光轻轻地收回，太阳的能量不就在他的四周环绕着他吗？还要到哪里去找太阳呢？听完这个故事，大家有没有悟到一点什么？我们拼命地采取各种各样的方法，去追求财富、健康，甚至包括去追求未来的觉悟，去追求所谓的自信光明。可是你有没有悟到，一切的创造和发生，都是在当下。我们每一个当下所经历的一切，都是自信光明的演绎。你可以想一下，如果你想追到前面的阳光，当你从这里出发跑到前面，前面的阳光又变成了当下，你又想继续追前面的阳光，那跟夸父追日有什么区别？你能追到吗？而实际上根本就不用追。为什么？前面的阳光跟你当下的阳光那是一模一样的，你只需要去享受你本自具足的自信光明给你投射过来的这个能量，去妙用它，去享用它，你就自在了。你之所以会过得痛苦、迷茫、匮乏，就是因为你一直在追，一直活在限制性信念里，一直活在颠倒梦想中。在这样的状态里，想要去吸引或者去感召什么样的东西进来，那都是徒劳，很多时候都是事与愿违，即使实现了也会打折扣。不过即使是打折扣的东西，你也会觉得很神奇。但是我要告诉你，其实生命的神奇那只是冰山一角，你要看到生命的实相是在这里。你要改变你的情感关系，改变你的财富关系，改变你的命运。你要从消除你头脑的限制性的信念开始，回到你妙明真心的这个状态，回到你这个本体的状态，回到你本体清净，本身是无限丰盛的状态。这样你的生命才能无限打开，这样你才能够创造无限的丰盛和自由。你的财务状况、情感状况以及你的身体状况才可能得到根本性的扭转。明白了吗？佛家有2个词，很多人呢随口就能说出来，那就是随缘和放下，但是真正的知道它内涵的却极少。所谓的随缘，就是活在当下，就是接纳当下发生的一切。随缘就是随因缘，因缘就是自性、光明、空性的妙用。你随缘就是跟随空性的妙用，活在当下，不追未来，也不忆过去，这个叫随缘。接纳当下的一切，
无论生命出现什么，你都拥抱它，你都爱它。这个叫随缘。什么叫放下？放下不是让你放下这个体验，不是让你放下我们种种经历的人事物，根本就不是这个。放下是放下对未来的执着和期待。你可以去体验任何的事情，你可以在当下体验任何你想体验的东西，唯独放下对未来的期待，放下对未来的追求、执着与期待，你当下就能享受自信光明的妙用。如果你是夸父，当有人跟你讲清楚了这个道理，你立马选择不再追未来的太阳，立马就坐下来，安住下来，甚至躺下来，美美的享受阳光的照耀。这个就是随缘安住当下，随缘去体验自信光明给你的一切的体验，享受当下美好的时光，享受当下的每一刻。明白了吗？好了，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，希望能对你有所触动和启发。我们下期再见。